家好，我们是走走看看，我是 Claudia， 我是 Claudia， 我是 Desmond， Jason， 我是 Young。今天要讲什么 ？LL 今天我们讲一个很 interesting 的 M&M， MLM 多层次营销。对对，什么叫多层次营销？就是 MLM 哦。就是我介绍你，你介绍我，然后你再去介绍 Jason， 对，Jason 介绍Jason 就找别人介绍， Yeah. 对，然后所以从中赚取。佣金，电话快点关哦！电话响，银句讲。啊，对，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验经验经验，因为我跟雍应该有亲身体验过。那我们先讲那个比较好玩的，我们先讲朋友通常怎么来找你。所以他们，Hello，所以有空吗？我们每次如果我们就做直销的嘛，给我们做直销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看我们的电话簿，我们的 phone book scroll。为什么我们通常都不敢 approach 我们的最亲的人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怕他抗拒，而且做这行有一个缺点，做这行每次给人家列入黑名单。对对，其实是吗？其实我坦白说，有几种会列入黑名单。一是有可能买保险的，二是有可能做直销的，对吗？我相信还有各种各样的行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每一次打给你的时候都是另有目的的，所以我们做就是在风幕里面，我们看那些很久没有 contact 的朋友，忽然间打给你，要不要喝个茶？OK， 所以。你看啊，年轻的时候如果要喝个茶，如果你普通去想喝一个茶的话真的是纯粹喝个茶 OK。可是每次你他喝一个茶，哇，糟糕！我跟你讲，糟糕，这个茶喝很久啊。对啊，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体验？有，现在有啊 ，Claudia。我两个都有做啊 ，insurance 跟 MLM。哇，是啊，怎么样呢？你会被 block 我？列入黑名单的人，你会 block 我？会被 block 我？所以你看呢，如果你现在被人家 OK，我们应该讲这样子。现在你打给人，你有什么反应？妹子？没有怎样的啊，因为我通常 meet 人的时候，有时候都没有什么 agenda 的。当我真的是有 agenda 的时候，他们也未必会懂有 agenda 的。所以 Claudia 就厉害了。这个是我几次了，是这样的，弄他热了之后才来跟他讲，因为有些做他热为什么要讲？对，因为不有什么 action 来的，没有我要这样，他是不是 pen fight 的？他是这样的，没有，因为讲真的通常做直销他们都不会有这么多耐心。为什么？因为通常做直销会叫你买一个 package 先，你没有买一个 package， 你就不会 join 他们。但通常这个 package以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这个 package有可能会我们不吃不喝4-5个月才可以买到一个 package，而且通常一个 package你是吃不了，你是喝不了，你是用不到的，你是买来就是这样的，你硬逼你自己用。我记得以前有可能我跟用的 package 是导进我们的油桶的，对，所以导进油桶，对他们就说可以，对他们就可以讲可以省油啊。可是结果我们倒了之后你问我真的有没有省油 ？OK 啦，可以讲是省油啦，可不懂是不是心理上的省油啦？所以结果我记得以前我就有一个 period 我没有做直销的时候，我看到我那个还在我直接倒灯关进去，因为他们是说一桶油有可能只是倒1/10大概这样一点点的。OK， 对。等你们是怎么找人的？通常我就是找不认识的人。不认识的人打给他，就装作认识，就这样现在看他，这么久啊，可是他们不会可疑、怀疑对吗？对，觉得你很可疑。所以直销最美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上线有全部的问题，他 consolidate 跟你讲可疑的话怎么解决你看这边这一行你这样就这样解决。你要知道我们怎么解决的吗？来，用怎么解决？其实好玩的地方就是直销，其实说它不算是一个不是离歌的一个东西了，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合法的东西。对啊。但是如果你是钱滚钱，那个就是 premium，
Ponzi scheme， 对 Ponzi Ponzi scheme 那个就是 different， 对，那个是不一样。不一样。所以好玩的东西就是当初我们去玩，因为每个人其实都会有这个很多，尤其是大学毕业不懂做什么东西的时候，通常都会被人家 approach 你，说要不要去做这个，因为你当时也是不懂要怎么去哪里做工，还是要找你的那个人生的那个 direction 还没有定嘛。我相信不只是大学吧，这是没有年龄限制。对，通常都会比较好下手啦。after that 就是上完课，他们读完书会比较，这些人比较容易 approach 因为他们人生目标还没有定嘛。而且他们每次 approach 就是要不要赚大钱。对，所以好玩的东西就是我那时候进的那间公司，就是它的课程还有它的就是那种 cam 啦，这些是比较好玩的，但是也是学到很多东西啦，学到怎么去面对那些就是 reject 你的人。就是那些就是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去解决？然后当你遇到那些比较难搞的，类似so call我们的 customer 啦，然后都会有人改你怎么去做，而且他们很厉害，就是每一次都有一堂课，每个礼拜都有不一样的课给你去上，而且是免费的。所以就是好玩，就是这一点，就是可以学到一些。好像职场上的一些经验呀，不好玩就是你每天就是都在救人就是有饭吃已经是还很不错了。对，因为有时候如果我们通常有良心的都会没有饭吃，对啊，没良心的都有很多饭吃。我们坦白讲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我们如果觉得这个产品没有这么好，我们骗我们自己卖，你只是会卖到很远的朋友亲戚。通常卖到很远的，他们都不会跟你买。最亲的会跟你买，可是你知道这个东西不好，你就不会买。可是说人家卖的好，因为他不管。对啊。所以你们卖 MLM 的时候，你们的那个产品对你来讲重要吗？其实你要讲 MLM， 它有两条路可以走啦。第一个就是你专门卖产品，然后你赚钱累积分数。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你拉进一群商业的伙伴，就是他们进来就是一次过他会买一个2000多分、5000多分的，就是你会直接马上每个月会达到一个目标，然后你就会成为经理啦、副经理啦，类似的这样子上去。对，所以有两条路可以走。我当时是比较属于那种business developing 啦，就是拉商人进来，那个其实很难，因为在我的群组里面那时候也是还年轻嘛，所以就是很多人都是没有什么钱的，所以你产品再好，你也是很难的去你知道你讲到这个，我想到一样东西耶。什么？在 MLM 里面我学了一样东西。什么？他们有很多很有创意的，你没有钱还是可以做这生意对，哇，我吓到嘞，怎么可能有这样聪明的创意耶？我跟你讲其中一点，要讲的 iPhone 的东西，哇，很 amazing。你看你有可能刚刚出来，你不可能可以申请 credit card 信用卡，不可能的。可是你懂他们可以想到什么方法吗？哇，真的我觉得很厉害啊！他们叫你去签一个最贵的电话线，你就有一个 iPhone 免费。iPhone 对吗？去卖掉就有钱了。哇，我吓到哇，这样都可以耶！这个我真的没有听过。其实这种旁门左道是不好的，真的，因为你其实害了他要签2年的100多块耶。对，所以好的其实是学到很多东西但是不好的也是很多。我跟你讲，有一点我很讨厌，就是你的上线还是什么，永远都是摆着一个假的笑容。是吗？是 ，actually， 因为他们要，我完全同意他。因为他们就是要有一个 I think insurance 也是有，就是你的上线就是不可以消极，一定要很积极。只是说永远都是很 positive 的，好像真的是很厉害这样，很像很窄这样。对，好像很厉害，他会慌张了，怎么办？对，所以他们这一点，我就是觉得很因为很不真实，很不真实，对，很不踏实。当时就是如果你有问题，你真的是不开心还是什么，
你去问他的时候，他就跟着笑笑啊笑笑，那弄到你更生气耶，因为你已经是因为没钱啊，就是我们很低落的时候啊，我们需要有一个人帮助嘛，然后他们就是笑笑的跟你讲啊，东西可以过的啦，可以做得到的啦，风凉话风凉话的，哦真的是风凉话的没有。去帮你啦，对，其实他自己本身也是没有钱，真的。他也帮不了你啊。对呀、因为那些数字其实是很 clear cut 的。I mean，你们做 insurance，你们知道、有没有单，有没有单，有没有 close out sales，很看得到的。对呀，对呀、所以摆着那个样子，我觉得很不好啊。然后当时候，所以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很多人说 MLM 就是直销可以变成一个暴发户，暴发户，呀、其实暴发户，我祝你漏风暴发户。暴发户。暴发户，暴发户，学到 Claudia 的一点， Yeah，so 对，其实如果你真的是用心去做的话，其实它跟其他的生意没有什么两样的。对，如果你要这样子讲的话，因为你去别的地方，如果说你今天好像我要开一个装修公司，我也是要找 partner 嘛，对啊，然后我 partner 也是要投资进去这间公司嘛，一样。然后我也是要找人啊，我也是要找我的朋友，你要装修吗？跟你卖的，跟你在当时卖的产品还是什么一模一样是一模一样的。为什么我们以前不会觉得有这种感觉？我相信是因为这一个行业给人家弄坏了。对，就像现在marketing 对吗？也是给人家弄坏了吗？因为为什么你看到很多 video，you give me 5 minutes， 你给我5分钟，你给我3分钟，我现在跟你讲怎么赚很多钱。你看，不用紧的，他3分钟、5分钟怎么样？后面都有很多车的，跟 MLM 一样。你看现在变成 marketing 了，我现在有时候我跟人家讲，我做 marketing，我怕我给人家歧视我，你懂吗？ Yeah， 对。 OK，所以我们那时候，当我们打给朋友的时候，有时候认识我们的朋友啦，打电，我很清楚的是，那时候每个人都会讲这个笑话，就是当你打给你的朋友，第一句话是，你要不要做生意？他就会回答你MLM 啊，尤其是在疫情当中的，对吗？连我记得特别多，我们有一个 counter 的，我们有 counter 一个东西的，对，所以我们学到的东西很 interesting 是 when 我们有人问 MLM， 我们最终厉害的是把他带到他忘记他刚才问的问题，就是跟他讲这个模式你是不可能会看到的，我就所以他真的教会我们很多东西。可是你问我，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没有用到，会有用到。可是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差不多要咬自己明天了。对啊，而且其实你要很难赚 MLM，其实你要看我也是有很多成功的例子，好像我们当时有一个我们的总裁啦，就是他欠了很多钱，他有时有出书，然后他欠了很多钱，大概$500,000对吗？500多千啊，50万，50万啊。然后呢？所以他就是利用这个平台，然后把他的债全部给还到完。因为外面没有其他的这样子类似的平台，他已经到了瓶颈了，就是已经是要被跳楼自杀，也没有就是 bankrupt 啦，他已经到破产了，然后他就利用这个方法去赚回来，他也是走投无路啦，真的呀。所以我觉得人嘛，到一个瓶颈的时候，应该会有很多方法激发自己去做一些自己平常不会做的事情。所以坏人就是这样子来的咯。所以所以我相信各种各样的行业都有好人，都有坏人。对呀，只是说那边会被很多坏人弄坏这一个。我觉得再细一点去谈的话，MLM 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你所卖的产品。对呀，对呀，因为学你所说的只有两种路线，就是第一，你就 route 你的 business partner， 你的商业的伙伴来，没有那么多商业伙伴的安迪们、姐姐哥哥们，他们就会做这个产品的健康。对，其实产品我觉得 for 一个健康产品特别多呀，对，所以产品方面，我觉得有3样东西，就是如果今天有一个公司，如果是做 MLM 的，它可以达到这3个东西，我会进去这个公司做。OK，which is 第一个就是产品的价钱，要符合，要合理，对吧？这个
这个也有点难呢。MLM 的 pricing 通常都是很贵的，没有，就是你用 Apple 比 Apple， 苹果对苹果这样子来算，不是说你那个产品本来是苹果，你卖的好像榴莲这么贵，所以第一个就是价格一定要对比价格，就是对产品一定要公平大众化。第二是很重要，就是 instantaneous result， 马上你会有见效。好像今天我买这个产品给你，你吃了，好像你可能不能够小便。你今天吃了这个产品吗？仙丹呢？马上小便。我觉得健康产品反而没有那么大的，没有，它不只是限制于健康产品，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连钻石我们都卖，真正的钻石戒指。MLM 钻石，对，第一次听到哦，我没听过。有I think I know。对，而且是10年前的东西。对，一间公司你有卖？那一样啊。对，所以是我害他的，是我害他的。然后第三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个产品会有打广告，就好了，就已经是很够了。这间公司一定是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直销的一个公司。但是当然，其他的那些 R&D research 这些怎么去做它的产品这些那个我就不用去讲太多啦。其实 MLM 产品都是好的。我觉得大部分都是好的，真的大部分都是好的，真的大部分好。你同意吗？我不知道，如果我没有买过，没有买过任何，没有。如果不好的话，不可能会在市场。对，我觉得都是好的。收发我吃到的，我是比较喜欢 RLP。可是因为有些人觉得心里不平衡，我买我给你赚钱呢，还是不要买那个？对呀，好像我加入了，我买。我就可以赚钱，就是我现在 OK， 我跟你买，你就会赚钱。对，有些人心里不平衡吗？对啊，因为我在外面赚5000，你赚5000，怎么我跟你买，你又赚我的钱？有些人第一心里不平衡，他就死都不要跟你买。有些人第二你进去了之后他永远都觉得你怎样都在吃他钱，为什么呢？他卖多少钱你都会在 override 他 commission 吗？是啊，其实我们在看呢，现在一个总裁有可能 Apple。你卖什么东西？你的总裁也在draw 你吗？这是一个金钱游戏，在这个资本主义都是这样子，就是因为有很多人自己过不了他那一关，所以对的，这个是真的。所以说，这个产品如果真的是有广告的话，真的是可以帮到很多，对吧？广告你的只是以前10年前怎样卖广告的？以前广告达到怎么打的 magazine， 而且那时候杂志，这个产品连我们的各大的那个药房都买得到。对，Watson 也卖。对，如果你跟我买，那请问你们怎样赚？那如果是在药房卖的话，因为它的那个我们讲 distributor 的那个 price 因为你在药房买会比较贵，所以那个价钱是给回我们。你跟我买反而便宜，因为我是 direct distributor。I see。所以那时候做得很好。然后最后我是卖什么产品啊？不好讲啊。没有哪一类型的？也是吃的，保健的，对，就是给刚强的那个。没有没有健康，就保持你每天健康的心态这样。对，然后健康的心态然后最后一次我听到我的上线就是哇，很高级耶。因为最后一次我跟他聊是他要回去那个insurance agent 嘛，然后我就跟他聊保险，他回去做保险，然后我就跟他聊。然后后面他很多故事，就是这个公司为什么会倒闭，因为他的那个001吃钱。Squid Game 非常的普通的事件，所以那个阿北对，非常非常常见。所以就是如果这个产品达到这3个就是3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就是我刚才说的，也是要保证这个公司是不会倒，这个也是蛮难的。其实我觉得不要讲会不会倒了，我觉得只要一个好的领导者，公司的账进进出出有个交代，我觉得都好。但是我看过这么多间做直销的，你们如果改次有机会做还是什么，你们永远记得这一个东西，就是如果这个直销可以给你第一桶金，这个可能是真的公司，而且里面会好像他们一定要有给予你好像服务，不然就是他会有一些产品可以卖给你。
如果没有服务没有产品，就是一个金钱游戏。骗人的，对，然后这一点很重要呀，然后这一点就是它这个东西不可以让你变成暴发户，它只能给你第一桶金而已。过后你怎么拿这第一桶金去赚别的钱，对，就可以，因为没有东西是永远的。所以在这个行业对吗？很多人就贪金，他们拿那第一桶金去买车，因为他们要那2桶金，可是我们就知道很多东西要，所以就变成这样就做坏行情。因为为什么呢？看到我就是因为做了这样，我有车，就是这样。怎么那个声音变得这样？那个声音只有我们听到而已。我按错东西，所以我要给杰森一个 warning， 就是不可以讲这个人的名字。没有，我绝对没有讲名字，这里不敢讲。所以直销可以暴发户吧，所以我们已经answer这个 question 了。我相信要努力了，真的要努力，怎么样都要努力。我觉得那个努力真的是太累了，有时候我做这个的东西的时候，如果你是从一个健康方面讲的话，还每一天要讲那么多次，对。可是我觉得这个行业有一个时段，其实会有一个时段，很像insurance这样，每个人都已经是能够接受了，对，就好像我觉得在 COVID 的时候蛮多的，对，因为他们只是为了赚钱，有需要就会接受了，而且很多人都有一个梦，就是说，对呀，在疫情当中可以赚多一点收入了，对，因为如果你乍看之下，美国方面他们这个是已经是很习以为常的东西了。其实讲到美国，其实马来西亚也是很觉得，马来西亚非常非常流行，对，可是他们就是没有专注。就是像我今天打份工，这个就 by the way 之类的，赚多一点收入。他们没有说像我们这种投入整个时间20小时投入，对。所以你问我马来西亚，我觉得其实他们都蛮做的不错啊，不错，而且他们都没有害人啊，都没有什么负面新闻。其实这种产品这样害人，就是你吃跟不吃而已，会被浪费掉。不是，有时候你买的时候，所以他叫你买很多。我跟你讲，他买很多，就是一次过买20盒。请问你一个人可以拿20盒，你要吃到几时？就卖人咯。对呀，对啊，就是你一直在卖哦。我跟你讲为什么我会买20盒？因为如果现在距离你的 target 就是 the next commission deal 还是20盒，你会吞那20盒。对呀，所以到头来最赚的还是公司啦。对呀，对啊，公司真的是那个001会最赚，对呀，001或者是002、003都会赚的，放心，他们都是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podcast 就讲到这里为止啦。希望大家有学到一点东西。这个很沉重的这个topic，不会啊，以我们经验来讲啦，对，因为 MLM 是蛮普遍的新加坡，对，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长久以来它是不会消失的，对，不会，还会在的，对。其实这一个阶层是永远都会有的。对，一个金钱的运用嘛。对。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想要留言的话，请在下方留言。然后喜欢这部 podcast 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叮叮叮！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